你觉得重机可不可以骑上高速公路呢？早在2011年，立法院就通过修法，允许重机有条件上国道，但直到今天都没有正式实施这样的规定，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重机上国道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7月初，重机团体为了争取上国道的权利，号召骑士们骑着自己的爱车到国道上面表达诉求。而警方也不敢大意，在各大交流道布下了重兵，拦下了多辆重机，并进行开罚。事实上呢，类似的抗议活动，重机团体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为什么10年前已经修了法，重机却还是上不了国道呢？今天我们会先来了解支持与反对重机上国道的说法，再来看看修法到现在到底发生了哪些争议。而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上次出国旅游买免税品是什么时候呢？疫情终于解封哦，不管想出国的你，机票抢到了没，都可以先到深恒昌内湖旗舰店享受逛免税店的购物乐趣。逛深恒昌内湖旗舰店不需机票，也不用护照，可以在各种专柜保养品之间享受跨品牌的折抵优惠，还有各种限定款、大容量商品，让你一次买好买满。近期要出国旅客，深恒昌内湖旗舰店更加码超优惠活动，年底前只要凭护照及航班资讯，就能够领免税购物金3000元，消费还会再赠送包含 WiFi、机场接驳服务等等的出国大礼包哦。再配合市区预购、机场提货服务，先下定再出国，回国后顺路取货也是超方便。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把握优惠活动，规划一趟犒赏自己的免税购物之旅吧。为了方便说明，以下所说到的重机基本上指的是550cc 以上的大型机车，也就是所谓的红牌重机。而首先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是这么多年来重机为何那么努力的想要上国道。我们整理了骑士们的想法大致上面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根据法规，重机缴的牌照税跟小客车是完全相同的，那么理论上来说，重机也应该像小客车一样可以自由的上下高速公路，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少骑士认为明明缴了一样的钱，却无法享有相同的路权，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第二，国道是封闭式路段，不会遇到十字路口，也不会有对向来车，跟平面道路比起来，安全性更高。对于重机而言，其实反而是更加安全的选择。第三，许多先进国家，像是日本、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等等，都有开放重机上高速公路，证明了车种混流并没有想象中危险。台湾也应该要逐步跟上国际的脚步。总结来说，对于重机族而言呢，上国道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要求的福利，而是他们基于法律安全考量本应该享有的权利，所以才会这么努力的在跟政府争取。不过也有另外一派民众长期以来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冒。部分的民众认为呢，重机骑士的素质普遍不佳，不止常常违规，爱乱钻车缝，也很爱飙车。而这些行为呢，在一般的道路上面已经很危险了，何况是在速度更快的国道上，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重机是肉包铁一旦出车祸呢，通常是非死即伤。许多民众也担心，要是自己在国道上面跟重机发生车祸，恐怕会导致严重的伤亡，也要负担庞大的赔偿责任。另外，现在的高速公路已经很常塞车了，那如果再开放重机上国道，可能也会让塞车的问题雪上加霜。最后，也有人提到，即使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于重机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台湾国情不同，不止人车密度高，驾驶的素质也不太好，不能够跟国外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支持跟反对的论点已经争吵很多年了，而每次讨论到相关的议题，双方的情绪都还是很激动。但是撇除掉争议本身，其实重机上国道这件事情，政府早就同意了吗？2002年，台湾在加入 WTO 之后呢，秉持着公平贸易的原则，开放了排气量150cc 以上的重机进口。当时政府就有承诺，未来这些重型机车除了2条南北向的高速公路之外，其余的道路都能够行驶。之后，交通部又经过了多次的讨论，确认了550以上的大型重机路权比较小型车可以行驶在国道上面。不过，当时的这些规划都还没有得到法律上面完整的保障。那经过了重机族多年的争取终于在2011年立法院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条文，有条件开放重机行驶国道。同时，立法院也建议交通部优先开放国道3号、国道6号、国道8号等路段来进行试办。这一项法案对重机族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他们争取许久的权益，终于换来了一点回应。但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期待多年的政策似乎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在法案通过之后，1年、3年、5年过去了，交通部却迟迟没有公告开放的路段，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规划。交通部表示，他们同意开放路权，但不少国道的路段位于各县市境内，需要先取得地方政府的同意才行。但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却都对重机上国道持反对或是保留意见，因此才无法放行。另外，根据高速公路局在2013年到2016年所做的民调呢，有60%的民众不赞成重机上国道，赞成全面开放的更是不到1%。因此，交通部表示这一项议题还没有达到社会共识，并不适合做出调整。对于交通部的说法，重机团体并不买单，他们认为已经立法通过的法案，为什么还可以用民意来否决？而开放时程一再拖延，根本只是政府不想要处理而已。重机团体发起了多次的抗议而许多的车队也号召成员以遍地开花的方式自行骑上国道，希望能够冲撞体制，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心声。那终于在各方压力之下，2017年政府决定实施为期1年的试驾观察期，让这个停滞多年的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2017年，交通部组成检核小组，针对国三甲以及台64的快速道路这2个路段进行为期1年的研究，每一季都会公布调查结果。只要重机通过安全、秩序、行为3大指标，政府就必须逐步开放国道，给予重机族上高速公路的权利。但相反的，如果没有通过的话呢，就会暂缓开放，之后会继续的观望。没有想到呢，政府公布的研究结果似乎对于重机族非常的不利。首季结果出炉，违规比率的部分，重机在国道上是小型车的4倍。而在台64线的快速道路上面，重机的肇事比率更是小型车的11.6倍，引起了社会震惊。虽然说在后来几季的报告当中，重机的违规件数有逐渐减少，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一件死亡事故，整体来说都有在往好的方向走。但只看数据的话，重机的违规肇事比率还是比小型车高了一些。那基于这样子的结果，政府认为重机并没有通过检核，因此他们暂缓了其他路段的试办计划，也让重机上国道的诉求告吹。但是呢，对于这一项研究，重机族有话要说。重机团体认为呢，这份研究里面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像是样本数不足的问题。在这一次的研究中呢，肇事率、违规率的计算呢，分母采用盐车公里，也就将所有车辆的行驶里程全部加总起来所得到的数字。但是在这一次的结果当中，重机的盐车公里大多只有几百万公里而已。国外类似的研究通常会达到1亿公里以上的等级，与检核的资料有一段的落差。而在样本数偏少的情况之下，只要多发生几次的违规事件，都会让数据出现比较大的误差，也让人以为重机比小客车危险非常的多。而在挑选路段的部分呢，也有人指出国三甲跟其他国道比起来，本来就是一个事故率偏高的路段，用它来当做研究主角呢，其实不是很恰当。其他还有很多选择的参数啊、指标都对重机族不太有利。政府对研究所下的结论呢，似乎有失公允。另外，即使现阶段重机的违规比例真的比较高，但违规的原因主要是为保持安全距离、安全间隔等等，这些大多是骑士驾驶观念不足的问题，跟车种并没有直接关系。许多重机团体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透过教育或者惩罚手段提升整体骑士的素质，而非一股脑的直接禁止重机上国道。他们如果只对车种开刀，不让重机上国道，难道让那些不合格的骑士去开车，道路就会比较安全吗？这几年重机团体持续的抗争，希望政府不要忘记当年让重机上国道的承诺。那虽然前任交通部长林佳龙在2020年时就曾经重启评估，让重机团体重燃希望，但后来的检核结果并没有得出什么不同的结论，后续有点不了了之。现任的部长王国材则认为，重机在行车秩序、驾驶行为上面还是没有达到安全标准，再加上现在的民意也仍然持反对的意见，还没有到达开放的时机，所以目前看起来重机上国道的目标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关于重机上国道的争议，资料比较庞杂一点，很多支持与反对的论点，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太详细。如果觉得影片当中有哪个面向的资料讲的比较少，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帮我们补充。
那么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看到，的确有很多民众认为重机很危险、爱飙车，对重机族的印象非常差，而这些负面观感也是重机上国道最大的阻碍之一。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其实很多的车友安分守法，努力的改变这些负面形象，还有不少车队会举办教育训练，提升车友们安全驾驶的观念。只不过要翻转社会长期累积的成见真的很困难，因为只要出现重机相关的车祸新闻，就很容易被其他人放大检视，然后呢又会有人跳出来算说啊重机都是标仔啊，你看啊猴子又出车祸了，这种说法呢都让重机族继续的被污名化。我们觉得要改变大众的想法，可能不是只有部分重机骑士要提升素质哦，政府的角色也同样很重要。过去政府拒绝重机上国道的理由，常常是重机的安全疑虑或是民意反对，但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做得更多。举例来说，如果是安全疑虑，政府可以透过教育宣导、加强取缔，协助提升整体骑士的驾驶素质；而在民意反对的部分，政府也可以帮忙多多宣导，一起来消除民众对于重机的刻板印象。但在过去的10几年间，大家似乎都感受不到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更不用说政府每次承诺会开放、会讨论，就又常常没有下文哦，让长期关注此事的重机团体很难感受到政府真的有诚意解决问题。我们觉得，无论政府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可能呢都要更积极的与各方团体沟通，否则这个争议继续拖下去，只会让大家的不满继续累积，让问题更加难解。那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哦。今天要来问大家是：你支持重机上国道吗？A 支持哦，重机应该要享有跟一般小型车一样的权利。B 支持哦，但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应该要再等一下子。C 不支持哦，觉得重机还是有点危险，不太喜欢开放。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重机上国道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道路平权以及违规停车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